亿万富翁为了游泳，竟在58楼的顶层套房中打造了个悬吊泳池。这天，富豪像往常一样跳入泳池，结果他刚游一会儿，却在泳池底下看见了个光头。富豪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，谁知下一秒玻璃破碎。富豪连忙想游回去，可为时已晚，泳池已经泄漏。保镖想救，但巨大的吸力困住了富豪，接着玻璃大面积破碎，富豪就这样跟着水流，直接从58楼掉了下去。此时，那个光头已经收拾好了一切，淡定的就离开了这里。光头名叫亚瑟，是个专门制造意外的顶级杀手，但现在的他已经退休，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。可他在一次度假中，竟有一女人认出了他。这个女人的老板想请亚瑟出手杀3个人，并且都需要看上去死于意外。亚瑟不愿意，结果一大群小卡拉米就包围了他。亚瑟笑了：“你小子威胁我是吧？”下一秒，亚瑟就用桌子打晕了女人。一旁的小卡拉米连忙冲了过来，但他们怎么可能是亚瑟的对手？没一会儿，他们就被全部解决。这时又有大批小弟拿枪赶来，亚瑟见状，于是就准备开溜，来到一观光缆车的上方。在缆车运行的途中，亚瑟纵身一跃，竟跳到了别人的滑翔伞，成功逃脱追击。随后亚瑟就调查到了女人的老板，老板名叫雷叔，是个军火商大佬。可还没等亚瑟有所动作，雷叔竟买通当地警察绑走了亚瑟的女朋友小美。亚瑟无奈妥协，被带到了雷叔的住处。结果他一坐下，底下的压力炸弹触发，一旁的美女提醒亚瑟不要乱动。此时雷叔终于出现，雷叔告诉亚瑟，只要你替我杀3个人，我就把小美还给你。为了小美的安全，亚瑟只好接下刺杀任务。随后雷叔就拿出了第1个人的信息，他叫黑哥，他是非洲最嚣张的军火商，现在正躲在一个距离陆地112公里外的海岛监狱，监狱外就是100多米高的悬崖，四周水域还有大量鲨鱼出没，因此他的敌人根本无法接近他，就算有也没人能逃出来。不仅如此，他身边还有大量士兵维护，要想让他死于一场意外将是一次巨大的挑战，但这当然难不倒亚瑟。很快他就开始了行动，找到了当地一位和自己相似的逃犯，然后他就在当地买起了各种材料、纹身工具、鲨鱼驱除膏、致命毒药。晚上，亚瑟又制作了秘制口香糖和秘制香烟，确认监狱悬崖高度，再制作好和逃犯一样的同款纹身，伪造逃犯的证件。第2天，亚瑟就在当地挑衅起了警察，马上警察就发现了他的逃犯身份，他就这样顺利进入了监狱。此时雷叔也派来了接应的渔船，接着亚瑟来到登记处，他的打火机、香烟、口香糖很轻松就通过了审核，被他带进了监狱。来到囚犯的活动区，亚瑟很快就看到了他的目标黑哥，他的身边果然有很多保镖。此时亚瑟又发现竟有人带进来了一把匕首，于是趁着打饭的间隙，亚瑟制造混乱，轻松偷走了匕首。也就在亚瑟思考该怎么接近黑哥时，机会出现，一囚犯竟一声不吭地走向黑哥，亚瑟连忙起身拿出匕首，同时那个囚犯拿出武器，快速的就冲向了黑哥。也就在关键时刻，我先给兄弟们推荐个好玩的，如果你单身很久，又想处个御姐女友，快试试牵手吧，里面有青春学妹气质御姐粘人萝莉，你想找的通通都有。前2天我还刷到了大学校花，还有牵手雷达功能，根据设定的身材、穿搭类型一键牵手你喜欢的小姐姐，专属通道放评论区置顶了。亚瑟扔出手中的匕首，成功解决了那个囚犯。黑哥看见后，连忙让保镖放开亚瑟。很明显，亚瑟得到了黑哥的信任，你是个好人。黑哥为了报恩，就想邀请亚瑟一起吃个晚饭，而亚瑟一句我不太喜欢这么多人，黑哥十分爽快，就决定和亚瑟来个烛光晚餐。晚上，亚瑟就被狱警带到了黑哥的房间，里面果然只有黑哥一个人。此时黑哥告诉亚瑟，当我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我将统治整个非洲，到时候你也会有一席之位的。但面对如此好的独处机会，亚瑟不多逼逼，直接出手，利用拐杖，亚瑟顺利弄晕了黑哥。可这里的动静还是惊动了外面的小弟，亚瑟急忙把毒药灌进了黑哥的嘴里，很快黑哥就嗝屁了。此时外面的小弟不放心的进来查看，亚瑟见状很是淡定的上前让小弟安静点，黑哥正在祈祷呢。接着亚瑟就离开了这里。小弟看见黑哥真的在祈祷后，也纷纷选择离去，但这只是亚瑟利用拐杖摆的造型。随后亚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口香糖，就把它粘在了监狱的围墙上，再拿出香烟中的小黑棍和口香糖粘到一起。同时狱警发现异常，连忙派人赶向亚瑟，而亚瑟已经点燃黑棍，吞下藏着香烟中的 GPS 定位器，然后脱掉衣服，涂上鲨鱼驱除膏。下一秒口香糖爆炸，围墙瞬间被炸出个窟窿。此时狱警已经赶来，亚瑟逃出监狱，看见外面的100米悬崖，亚瑟毫不犹豫的就冲了过去，来了个信仰之跃。潜入
水中后，上方的狱警不甘心，对着亚瑟就开起了枪。不过这么远的距离，想要打中亚瑟何其困难。马上接应亚瑟的人员通过定位成功接到了亚瑟。亚瑟在确认了小美的安全后，雷叔很快给出了第二个目标。他是采矿业的亿万富翁，住在悉尼市中心一套在58层的顶楼套房。他的身边当然有很多保镖，但这只是最小的麻烦。他住处的安防系统才是最夸张的，墙和地板都是1米厚的混凝土，每扇门都由15厘米厚的钢铁制成，入口的生物传感器也根本黑不进去，这就是一个空中堡垒。不过富豪却很是自律，每天他都会准时来到悬空泳池游泳。亚瑟在了解了他的生活习惯后，就约上一个房产中介，看起了富豪这栋大厦其他楼层出售的房子。亚瑟趁机拍下该房子钥匙的照片。随后亚瑟回到住处，在仔细研究了大厦结构后，亚瑟就调制起了化学材料。只见亚瑟用注射器把液体注射进调制出来的化学合成物后，亚瑟开启计时器，果然没过一会儿玻璃发生反应破碎。亚瑟得到数据后，马上开始了行动，化身维修工进入了富豪所在的大厦，利用复刻出来的钥匙，亚瑟成功进入昨天刚看过的房子。随后他拿出工具固定住一块玻璃，亚瑟打开那块玻璃，接着他竟直接来到了大厦外部，开始了攀岩，并一点一点地向富豪的泳池靠近。利用事先准备好的攀岩装备，亚瑟轻松来到泳池下方。这时他又拿出2个大吸盘，在吸住泳池后，亚瑟竟直接离开大厦外部，双脚瞬间悬空，而他完全不慌，利用2个吸盘来回交替，亚瑟顺利来到了泳池中央，然后再用和吸盘连接的绳子固定住了自己。另一边富豪准时出现，没错，他的游泳时间到了。而亚瑟戴上护目镜，拿出电钻，就开始凿起了泳池的玻璃。紧接着，亚瑟放入化学合成物，同时富豪跳入了泳池。亚瑟拿出注射器，完成了注射后，他就整理起了装备。此时，富豪终于发现光头。就在富豪懵逼之时，玻璃开始破碎。亚瑟松开吸盘，顺着攀岩绳掉向大厦外部。而富豪因为泳池的泄漏，开始疯狂挣扎。亚瑟接着顺着绳子快速地向下滑落，回到了刚刚出来时的房间。接着，富豪因为泳池的大面积破碎，于是就发生了开头掉下58楼的场景。另一边，雷叔看见富豪坠楼身亡的新闻，十分开心。亚瑟随之又得到一次和小美通话的机会，但这次小美的举动十分怪异，全程都举着手。旁边看守小美的人发现不对，连忙就终止了通话。亚瑟通过回放，很快发现了小美想透露的信息。小美帝后方竟有她所在轮船的编号。亚瑟马上通过自己的资源找到了这艘轮船的位置。随后，亚瑟跳下直升机，利用潜水装置，亚瑟很快接近雷哥的轮船。再通过吸铁石，他轻松爬上了船，拿出手枪。亚瑟上去就是一个偷袭。在干掉2个小卡拉米后，他来到游轮一层，趁着敌人还没察觉，亚瑟直接开始了屠杀。不过雷叔因为小美之前的异常举动，早就明白亚瑟会赶来营救。此时轮船上早已安排了大量手下，就等着亚瑟来自投罗网。很快亚瑟就被包围，而他抓住一个小弟，利用他身上的手雷，那些冲上来的小卡拉米瞬间被炸飞，而他自己也被震得失去了行动能力。雷哥的其他手下趁机控制了亚瑟，并把他带到了雷哥面前。没能救下小美，亚瑟只好再次上路刺杀雷叔给出的第3个目标。他叫马可，是美国富有的军火商。他把一个纪念馆改成了他的秘密基地，并建立了最完备的安保系统。而他的地下还藏着个潜艇基地。随后回到住处的亚瑟很快发现这3个被刺杀的对象都是雷叔生意上的竞争者。接着在调查完马可的基地后，亚瑟就来到了一家和马可基地有合作的医院。通过躲进医院的直升机，他成功来到了马可的基地。一进入，亚瑟就发动了袭击。在干掉几人过后，马可收到被入侵的消息，于是马可连忙来到避难室门前，在吩咐手下赶紧干掉入侵者后，马可就进入了避难室。结果他刚关上大门就傻眼了，亚瑟竟已经在这里等待多时。不过这次亚瑟并没有杀马可的打算，因为亚瑟明白，就算杀了马可，雷叔也肯定不会放过自己和小美。于是现在亚瑟就想和马可联手除掉雷叔。马可作为一个商人，在得知能除掉自己的死对头雷叔后，2人很快结成同盟。随后马可就配合亚瑟来了一处死于意外的戏份。马可在掉入水中后，藏在水中的亚瑟立刻接应。此时潜水基地冒出滚滚浓烟，雷叔也很快看到了马可死于意外的新闻。另一边，亚瑟已经带着马可来到了岸边。亚瑟让马可消失几天，随后他就给雷叔打去了电话。亚瑟想要回小美，而雷叔要求必须要看到马可的尸体。早有计划的亚瑟告诉雷叔：“你自己去潜艇基地找吧，反正现在那个基地也已经是你的了。”果然，此话一出，雷叔顶不住潜艇的诱惑，马上中计，派出了大批手下来到了马可的基地，就准备接收这里。可等待着他们的当然是亚瑟布置的陷阱。这群手下很快就被亚瑟全部团灭，后方的雷叔这下彻底慌了。此时亚瑟快速冲向雷叔的游轮，雷叔残余的手下也已经高度戒备。也就在这时，亚瑟突然杀出。
那几个小弟那是毫无招架之力，瞬间就被亚瑟干掉。很快，船上那些仅存的小弟就被亚瑟全部团灭。气急败坏的雷叔竟直接启动了游轮的自爆程序，结果雷叔刚想逃走，他就被亚瑟发现，并被亚瑟绑在了游轮上。随后亚瑟就离开了这里。在雷叔绝望的怒火中，下一秒轮船爆炸，而小美也在刚刚的打斗中被亚瑟送了出去，成功存活了下来。故事的最后，亚瑟和小美不出意外的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